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刘，坐标纽约，偶尔不务正业的中美律师、房产顾问。我常常在想，很感恩我们生活的时代，不论是我的童年，还是做妈妈的现在，我和我的孩子都有迪士尼的陪伴，有梦可追，有歌可唱。去一次迪士尼乐园，应该在不少人的待办事项中。我之前的视频介绍过，美国有2个迪士尼乐园，一个在加州，一个在佛罗里达，以及怎样购买佛罗里达的迪士尼门票并获取相关优惠。那接下来的这几期视频呢，我会讲去迪士尼的衣食住行，以及带孩子去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希望对您的出行有所帮助。今天我们会说去迪士尼玩住在哪里，同时也带大家了解一下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有哪几类酒店可以选择。迪士尼的酒店和周边的乐园一样，遍地开花，挑花了眼。那迪士尼主题公园里面的酒店呢，是非常方便的，如果可以住在里面，那是最好的了。可是主题公园里面的酒店一般都特别贵，那2011年的时候呢，酒店是$180一晚，当时我还觉得可以接受。可是到2022年，也就是疫情之后，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。那圣诞季迪士尼内的酒店税前是$400到$600一晚，我当时就果断放弃了。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预算再决定。如果需要住迪士尼乐园外的话，全美的酒店基本都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选项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我做了一个图表，把需要考虑的因素和选择的种类分开来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。首先我们看一下需要考虑的因素，您在选择酒店的时候呢，应该考虑周边的交通是否方便，价格是不是合适，购物娱乐是否方便，房间的卫生程度，停车位是不是收费，有没有 shuttle 也就是公交车到园区或者机场。那您可以选择的种类呢，分别是2大类，一个是 Airbnb 也就是民宿，还有一个呢是普通酒店 Hotel。 那 Hotel 呢也分成好几种，第一种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施的普通的 Hotel， 还有一种呢是 Suite 是带厨房的，还有呢是 Water Park 也就是带水上乐园的酒店，还有一种呢叫 Resort， 这个一般是比较高档的酒店。我们一个个来看。 Airbnb，如果一同玩的是大人和大一些的孩子，干净一些的 Airbnb 真的非常好，有家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有2岁到6岁满地跑抓不住的熊孩子，或者有需要特殊照顾的成年人，住 Airbnb 的时候呢，我觉得需要考虑这2个因素。第一个是危险物品或者环境，有的 Airbnb 为了营造家的感觉，它会放一些小饰品，可是小朋友特别容易误食。那还有就是大片的落地窗、镜子或者镂空旋转的楼梯，拍照是特别美观的，但是如果有孩子随手砸坏或者在楼梯缝隙间夹到的话，就会特别危险。还有一个我特别在意的，就是 Airbnb 的出口实在是太多了。大的别墅那种 Airbnb 常常有特别多个门，可能是通往后院的、游泳池、前门、侧门，还有阁楼的特别多门，而且每一个门都不是那种安全锁，不是特制的那种锁，小朋友都轻易可以打开。如果大人在聊天走神几分钟的话，可能就不知道孩子从哪个门出去了。脱离视线的小朋友真的会做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尤其是离马路特别近的房子，要非常注意。我经历过一次小朋友跑出 Airbnb 走到马路附近的情况，所以最近几年应该都不会选这种房子了。那 Airbnb 呢有一个安全提示，在选择的时候要明白，它和酒店的消防标准、电梯间标准、儿童安全标准完全不同的。酒店的空间虽然小，但是视野开阔，容易判断室内的环境。同时，酒店作为商业建筑，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安全检查的频度远高于普通住宅。美国除非3家庭以上的住宅或者商业建筑，普通住宅是不要求灭火器的，老式普通住宅也不要求喷水的消防喷头。那万一 Airbnb 屋主没有及时更换 smoke alarm 的电池，基本上房子着火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消防预警措施的。如果有小朋友或者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同行的话，那选 Airbnb 的时候真的要多一些细节上的考量。接下来我们说酒店吧。先说普通的酒店，其实只要干净卫生，普通酒店就特别好了。配套设施虽然不多，但是该有的都有。
那美国的所有酒店呢，和中国不一样，它一般不提供热水，不提供烧水壶、梳子、拖鞋，这些都没有。可是它会提供咖啡机、吹风机，一般一天提供2瓶免费的矿泉水，有专门的地方买零食、饮料、矿泉水或者冰块，一般是在酒店每一层中间的区域，它会有一个24小时开放的购物机。有没有早餐供应？要提前问一下前台。一般早餐呢是7点到10点供应。有的游泳池需要预约，下游泳池之前需要戴好浴帽。健身房不一定是24小时开放的，可以提前问一下前台。接下来说的这种酒店呢是 Suite， 带一个小厨房的宾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宾馆种类，平价又实用。房间里面有厨房，有煮饭的炉灶，会提供盘子、刀叉、洗洁精、洗碗布、微波炉和小的锅，多一个厨房的水池，不用抢卫生间，洗苹果和奶瓶真的太方便了。带孩子的妈妈应该都懂 Suite 的好。缺点基本是没有，但是如果您对味道敏感，不喜欢油烟味，可能就不要选这类宾馆了。另外呢，估计因为有厨房，容易发生消防的事故，所以我很少看到 Suite。奥兰多市区内有好几家，可以了解看看。迪士尼还有一种酒店呢，叫 Water Park 的酒店，也就是说它自带水上乐园。这种酒店非常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一起去，那孩子呢，出门就可以去玩水了，家长呢坐在旁边也可以轻松自在。可是如果冬天或者秋天去的话，天气太冷，也用不着这一些，还花了不必要的费用，所以选择这类酒店的时候，建议您看一下气温。最后一种酒店就是 resort 了，这种酒店一般可能高大上一些，有比较好的配套设施，比如说大的游泳池、健身房，酒店内的餐厅和超市呢都是24小时开的，非常方便。有的 resort 提供去各个主题公园或者机场的公交车，而且都是免费的，那您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时间表。这种 resort 的缺点也是不少的。首先呢，这么多的娱乐设施，那前提是您有时间去玩，那旅行前要安排好时间去休息，否则基本上没有时间和体力去探索酒店里的娱乐设施，但是该花的钱1分钱也不能少。那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在这个酒店住了8天，感冒加肠胃不舒服，每天能早上10点到迪士尼，晚上10点赶到酒店休息，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。偶尔晚上10点钟从迪士尼坐上车跑出去吃中餐，半夜12点才回到酒店，除了去过酒店里面的餐厅，别的配套设施一个都没有用上。那这个漂亮的游泳池呢，当时是吸引我们选择这个酒店的一大原因，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进去。收费方面，我住的 resort 有2个隐含收费，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第一个是停车费，一天30到50美金。奥兰多有很多的 resort， 停车场都单独收费。那问题的关键是您住在那儿，还要单独付一次停车费。如果您有访客的话，他的车辆需要停放，还要再交一次停车费，我觉得实在是太贵了。还有一个呢是 resort fee， 一天30到50美金。说实话，虽然我是非常谨慎的人，但是我通过第三方网站预约这个酒店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文字提醒我有这一项费用。那住完以后，过了2个星期左右，我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被扣了300美金左右，我以为是盗刷，打电话过去，发现原来是 resort fee， 一天30多美金。那因为金额也不大，所以我就不跟他争辩了，实在是无处不在的坑啊。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酒店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我是小刘，坐标纽约，爱分享，爱生活。如果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海外生活信息，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次聊。